好，我们接下来画这个第二朵，在这个它的右上这里，右上这个地方来画。右上的地方啊，这朵的话颜色可以更深一点点啊。来，我们这个藤黄和鹅黄用完了，咱们再来一点，颜色可以再调深一些。好，笔肚里面可以先补充一点底色啊，没有底色就补充一点底色。来调藤黄、鹅黄，藤黄、鹅黄都可以多一点啊。然后可以直接调这个交叉，或者是调赭石都可以啊，赭石交叉都行。好，画在这个右上的地方。依然还是很多这个小碎花瓣啊。颜色还是要调均匀一点啊。好，颜色补充颜色。补充这个藤黄、鹅黄，补充一点赭石。好，补充一点赭石。好，笔上干了，我们加一点底色，再继续补充一点点藤黄，一点点鹅黄，珠标或者是这个朱砂也可以啊。好，慢慢也是一样，慢慢变浅。好，补充藤黄、鹅黄、赭石。好，笔上干了，我们就去补充底色。补完底色之后，继续调这个藤黄、鹅黄。一点点这个赭石啊。好，到底下这些花瓣啊，颜色会更深一点。好，继续来补充藤黄、鹅黄。
赭石，加一点焦茶。好，赭石、焦茶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底色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又加一点这个泰青蓝进来，加泰青蓝进来到笔肚呀，这一下子有点多，把它调开啊，不小心调到这个笔肚的中间，所以我要调久一点，把它调均匀。然后这个藤黄和鹅黄也要调到这个笔肚。调的时候，这个笔杆要转动啊，让这个360度都占饱颜色。好，再调这个赭石，调点焦茶。好，这一块要小心一点啊，因为它是这个我们后画的这一朵在后面，前面这一朵它是在前面，要注意它的这个前后关系。好，再来一点焦茶。好，把这个花相交集的这些地方先把它处理好。好，这里只能小心一点去画。好，再来一点藤黄、赭石、焦茶。好，这个花瓣还可以再长一点啊，让它跳出来。笔上干了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。继续补充这个藤黄、鹅黄、赭石，因为笔肚现在这个泰青蓝还有，泰青蓝还在笔肚里面没有用完，所以我们现在直接补充后面的颜色就可以了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点啊，颜色，就是盘子里这些颜色还有很多，直接在这个多的颜色里面去补充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不要太平，稍微带一点勾。好，盘子的边缘这里再来补充一点颜色，补充一点藤黄、鹅黄、赭石，还有焦茶。好，我们这里来一个大花瓣啊。
啊，笔头上有点干啊，有点干，再来补充一点底色，补点藤黄、赭石、焦茶也要来一点啊。好，这个花瓣，它也是这个相交接的地方要小心一点啊。好，补充一点藤黄，哎，又不小心沾到这个太清蓝，不要太清蓝啊，不要太清蓝，把笔洗一下，洗一下，你重新去把底色搅一下，重新把底色搅一下，然后调一点黄色，藤黄、鹅黄、赭石，好，把这个缝隙里面啊补上一点点，稍微，哎，这个赭石的颜色没有调均匀哦，不要有一条线啊。好，再来调整一下外形。如果不想这朵花太夸张，它就这样子也差不多。我们再来回一下笔，调整一下外形，把笔洗一下，然后调这个底色，加底色。直接加底色，然后加一点点这个黄色来。调整一下这个整体的一个外形啊。好，这朵花基本上就可以了。这个缝隙里面加一点。好，这一朵就更深一点啊。为什么我们这一幅作品就画深一点？前面这一幅的话本身画了一次，感觉我配上去感觉颜色太浅了，跟我们的鲜艳的四条屏有一点不搭配，所以咱们把这两朵花画颜色深一点。你看这种颜色深一点也特别美，然后也可以加一点花心哈。这朵花的花心咱们也可以加成不一样一点的啊，因为这朵花特别颜色特别深，我们可以加这个盘子里面的这个珠标，或者是这个用珠标或者是用这个朱砂都可以啊。加点朱砂吧，朱砂和珠标调一起。好，加一点花心。来，花心咱们再来近一点啊。
像点这个小蝌蚪一样的。好，这一块密的地方咱们可以多画一些。笔上太干了，可以加一点点水。好，这一块是多的地方啊，中间是最多。啊，这么多花心基本上可以了，不用太多。本身这朵花里面特别多，特别多。我们写生的那朵花里面更多，更多。我们也不需要说一定要跟这个真花一模一样，太密了会显得这个有点密集恐惧。就这么多，差不多。就把空间的地方、密的地方，这中间再加密一点点就可以了，稍微再加密一点。画了一层深的，也可以再加一层这个浅色的，也可以把我们前面的这个藤黄加太白的这个花心的颜色，这是调好的藤黄加太白的这个颜色，也可以再加一层。好，这样子会显得这个花心会更加有层次。好，现在是前面是这个朱砂和朱标，后面这个是藤黄和太白调和的这个颜色。好，可以了，这个花心。好，这个是咱们今天的第2朵。这一幅作品的话有3朵，要画3朵。我们看上面这一朵再往哪里？首先来看一下这2朵啊，看一下这2朵。好，这2朵也是很仙气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在这个上面再来一朵，中线朝上，上一点下一点都没有太大关系啊，就在这个地方，不要隔太远啊，不要太上，不要跟那个绿色一样的那么上，最好不要跟绿色那一朵平齐。好，我们就画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。这个位置上面还留了很多哈，上面这里还留了挺多。好，画在这个位置。
那这可以再找一朵，不一定要真花写生，可以很随意的去画也没有问题。好，颜色还是用一样的。那这个底色现在，底色再加一点点啊，底色它有一点点颜色有点变，我们再加点太白，加点3绿，把它调和一下。因为弄脏了啊，这个底色有点弄脏了。好，把笔洗一下。再加了一点太白和3绿，把胭脂也来一点点啊。那这个绿色不要弄进来了。好，这个底色调的就比较深了啊。来，放到一边备用。好，我们开始画我们的今天这第3朵啊。第3朵，咱们看一下画什么位置啊？画往这个中间也行哈，偏。看一下整体效果，尽量不要花对花。好，偏左一点吧，偏左一点的位置。好，偏左一点的位置，开始了。来，颜色还是一样的哈，还是这个藤黄。呀，这不小心又调到这个绿色了，不小心又调到这个太青蓝。所以把颜色我们往这边来一点，往右边来一点，不然总是调到这个，总是不小心调到这个太青蓝上去了。好，先调藤黄，调鹅黄，然后这一朵的话，我们调一点朱标，颜色可以稍微浅一点点啊。然后可以用笔的话，可以更随意一点，随性一点啊。上面一朵的话，它是比较虚的。好，加一点藤黄，一点鹅黄，一点朱标。颜色啊，颜色要调均匀哈。好，加一点朱标。好，藤黄、鹅黄、朱标，注意花瓣的变化，大小变化。你看画了这么多小的，我们来一个大一点的啊。这么多小花瓣，来一个大一点花瓣，然后笔上现在干了，我们补充一点底色。继续来调点藤黄，一点鹅黄，一点点朱标啊，调错了，调成了这个朱砂，调均匀啊，笔尖上不要有你看这一笔的话有一点不够均匀。好，补充一点点藤黄，一点点鹅黄，越到上面这个颜色越来越虚，越来越浅。
我们就补充一点点颜色，基本上是用底色再去画，补充盘子旁边的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底色，补充一点藤黄、鹅黄、猪标。好，来补充一点底色，补充一点藤黄、鹅黄、猪标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猪标。好，补充一点底色，来一点藤黄、鹅黄、猪标，慢慢基本上去要到这个大花瓣了。好，藤黄、鹅黄、猪标。藤黄、鹅黄、猪标，加一点点这个赭石可以。啊，这个花瓣有点类似大小，把它改一下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底色。接下来我们可以加一点点太清蓝，可以不加哈，不想加太清蓝我们就不加，待会儿我们直接加这个焦茶。先还是一样啊，调藤黄、鹅黄，然后猪标哈，我们这个时候是用的猪标、赭石、焦茶。好，这里来大花瓣啊。好，补充一点赭石，补充一点焦茶。补充一点底色，藤黄、鹅黄、猪标、赭石、焦茶。我们接下来是底下的大花瓣啊。笔肚要不停的去加颜色，保持笔肚里面有颜色，有水分。回一下笔，这上面这个缺口这里加一点啊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底色，还是一样啊，补充藤黄、鹅黄、猪标，还有这个焦茶。好，加一点焦茶啊。
好，让这个花瓣这样翻展过来的这种感觉。再来补充一点交叉，把这个花瓣这边整理一下。有的时候这个花瓣不是说一笔就能把它画得很完美，那所以有的时候也需要去整理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底色啊，补充一点底色。好，看一下哪里还需要有花瓣啊，补充一点黄色，藤黄、鹅黄都可以，调到笔肚里面，然后调一点点这个褶饰交叉哈，直接交叉。好，再来一点交叉。好，再来一点交叉。把这个花瓣再延伸一点点。再宽一点点啊。好，这边再加一点点啊。好，基本上这朵花就可以了。可以画完之后还要调整啊，感觉中间这里颜色还是稍微浅了一点点啊，看着还是稍微浅了一点，再加点藤黄、鹅黄，看一下把中间这一块啊，中间这一块稍微让它深一点点啊，中间这一块还是稍微浅了一点点。刚刚是没有加这个中间咱们没有加褶饰，所以我们把中间用深色的再去提一下，提深一点点，加一点这个珠标，加一点折饰，把这个新的这个地方还是要让它深的地方更深，这样这朵花才会层次感才会出得来啊。所以画完之后并不是说画的这个好像不太好看就放弃它，不要放弃了啊，你看还可以改的。好，鹅黄珠标折饰。好，整体的把中间这一块加深一点。好，这样层次会更好一点啊。然后这个地方形状不太好的这里也可以再整理一下。就感觉还是有一点突然变深了的这种感觉。用画油画的方法，用深色去覆盖，如果万一调整不过来，就可以
利用这个深色的去覆盖了。好，我们再调一下底色，再来调整一下它的外形。外形还是要调整，那这个调整外形，咱们就用一点点盘子旁边的这个胭脂来调整。好，要调均匀啊！你看这一笔没有不均匀。调一点点胭脂哈，而且要调均匀，一定要。好，中间这些花瓣里面偶尔也加一点点进来。像这一个外围的花瓣也带一点点。好，可以了啊。再加上一点花心吧，稍微这朵花稍微偏正面一点点，加一点花心进来。你看花瓣的这个中间这个最深的，注意它的颜色的层次啊。一直点评作业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经常说这个颜色层次没控制好。你看这个层次中间这里很深，到外面越来越浅，越来越湿，越来越虚哈。大花瓣的大和小花瓣的小，都要让它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关系。好，来画花心。不过现在这个有点湿啊，有点湿，画花心它有一点会晕开，所以画的时候要稍微快一点点。花心可多可少啊，因为这个绣球型的花心就是这样，它可多可少，也可以很多，也可以很少。它有的时候花心露到整个的这个球，整个球里面全是花心。好，可以了，就点这么多吧，点这么多可以。那这一朵花也画完了，已经3朵花都画完了，接下来我们该要安排它的叶子和枝干了。好，我们开始画它的叶子枝干了。
嫩枝干我们通常是用藤黄加三绿，然后猪标胭脂。那我们直接用这个盘子哈，直接用这个盘子把胭脂也加在这里。这里面有藤黄，有猪标，我们加上这个三绿和胭脂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把画嫩枝干的这支笔洗一下，调这个三绿和藤黄。藤黄、鹅黄都可以啊，调藤黄，三绿调藤黄，然后调一点这个猪标，笔尖调这个胭脂。首先我们先画一个嫩枝干啊，画的正中间。我们先安排一下这个它的叶子的一个走向。好，这个后面有可能还有叶子啊。这边叶子我们先画。然后这个枝干的话可能就看不到了，在后面挡住了，但是我们也可以安排一下叶子。好，这里可以长出很多叶子出来。好，这里也要有叶子啊，有叶子。好，我们先把下面这一组的叶子先把它加上，然后我们上面的那一朵花再来看情况来加叶子。那叶子的颜色还是一样，咱们用这个叶子的颜色，我们还是用花青加藤黄吧。还是用花青加藤黄加墨，花青藤黄加墨来画叶子。好，花青加藤黄，我们先加点水。加水加多少，这是看你自己长期画来调，大概就把它调成这个牛奶状就差不多，不要调得太稀，也不要太干，可以自己多去尝试。这个没有一定，它没有咱们调色没有办法说去准确的去称它是调了多少，所以说要多去尝试啊。你看一下这个颜色的色调，这个色调你画完觉得浅了，下次我们就深一点，是吧？而且叶子的深一点浅一点都不是有太大的问题，不用，有的时候不用纠结，不用追求跟我的是要一模一样，你的叶子颜色稍微有一点区别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这个叶子可以多加点墨进来，多加点，不要太绿了，因为这个花的话它是黄色，也有点偏绿色，本来就是黄绿色，如果叶子又太绿的话，就感觉整体的颜色有点接近。好，这是就调成一个墨绿色。然后我们画叶子的时候，笔尖再蘸这个盘子里的浓墨，笔尖再蘸这个浓墨，
好，我们开始画了啊。我们先画这一组吧。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这是一片叶子，再蘸一点墨。好，笔尖再来蘸一点墨。好，蘸点墨绿色，笔尖蘸浓墨。好，让这个叶子有产生一个前后关系。好，这一组叶子我们就画这么多，有些叶子在后面看不见，我们没必要说把每一片叶子都能表现出来。好，这个地方要加一点嫩枝干啊，叶柄让它上去。好，这一组叶子就这样哈。好，我们蘸点墨绿色，蘸点浓墨。好，这里有一组叶子，从这个下面出来。本来这个花瓣有点破，然后破露出来其实特别好。好，这个叶子往后了啊。好，这叶子有一点重叠。好，这里再来一组。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蘸点墨绿，蘸点浓墨。蘸点墨绿，蘸点浓墨。好，这个地方还要来一点叶子啊，待会儿可能会加一点这个嫩叶子进来，然后往上，还是蘸墨绿，然后蘸浓墨。好，叶子让它有这个前后关系。好，这里来一组啊。
好，我们再来加一点嫩叶进来吧。全部是这个老的叶子，我们加点嫩叶，笔上加点水，加点藤黄、三绿，一点猪标，一点胭脂。好，再来一组啊，再来一组，还是藤黄、三绿、猪标、胭脂。加点藤黄，一点胭脂，嫩一点，嫩一点就少一点三绿啊，叶子想嫩一点。好，再加一点虚的进来。好，这里让它更多，让它破边，这多的地方让它更多一点，不用每一片叶子都很清晰。包括这些后面，好，这些后面都还有啊。这块就叶子让它多，有虚有实。好，下面这一组我们先这样啊，先这样，待会儿需要加的时候我们再加，然后把下面的这一个枝干给它，让它给伸出来。好，还是三绿藤黄，藤黄三绿，加一点猪标，加一点胭脂，先来一个嫩枝干啊，看一下这个嫩枝干怎么走。还没想好怎么走就下笔了啊。好，不用太多的叶子啊，这一组的话，不要太多叶子。这里的叶子和下边的叶子要形成一个多和少的一个对比关系。好，我们先就画这些，把叶子先补上，再来看情况，看整体来调节哈。好，调点墨绿，调点浓墨。好，这叶子都有点往上卷的这种感觉。
好，这里来一组叶子。好，这里从外边伸进来一点点叶子，然后这个地方再画一组嫩叶吧，三绿藤黄，加一点珠标，加一点胭脂。啊，这个胭脂的这一条线有点明显，把它调和一下。来，叶子不要太多，先不加那么多，然后后面需要我们再来加。我往上拉一下，看一下整体。我们看一下这里要不要加一条老枝干出来啊？感觉画面什么都有了，就缺少一点这个黑色的这个线条。缺少一点黑色线条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加一点啊？好，来一点墨，把笔洗一下，画叶子的笔洗一下，笔肚里面要保持有一点水分，蘸一点浓墨。好，这里加上一些枝干进来，加上一些线条。整理一下。好，再加一点焦的墨，整理一下这条枝干啊。枝干的话不会画的话，你们如果说直接来到后面看这个作品的部分，那还是要倒回去啊，写这个枝干的一笔墨。课程前面有非常详细的一个教程，所以有些朋友如果说直接看
直接看后面的作品真的会错过很多啊，错过很多重要的知识点。好，然后我们这些老枝干上加上一些嫩芽。嫩芽我们就用黄一点哈，用黄色，就是任何黄色都可以啊。黄色加上这个胭脂，水分不要太大了。那水分大了，你就在旁边沾掉一点点水分啊。好，这个嫩芽掺过去了。好，整个中间加上一点点重墨进来，让这个整个画面感就是有一点重量，不然全部都是这个浅色的，没有黑色线。好，这里加一点啊，加一点点啊，老枝干基本上看不见了。老枝干和嫩枝干衔接的地方也是要有一点嫩芽。好，然后整个画面感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整体有没有哪里需要去加一点点什么。有这个枝干还没有干，这个本来还要加一些淡叶子的。好，这里加一撮。哎，看一下在屏幕里面吗？来，这里咱们后面这里加一组淡淡的叶子，让它更加有层次感。好，这个老枝干也可以露一丁点出来啊，其实也看不见了，基本上看不见，然后加一点嫩芽。好，有虚有实，最后整理，就看哪里需要有啊，需要有一点我们就加一点。好，咱们现在把叶茎勾一下，先把叶茎勾一下啊，叶茎勾一下，我们再来看整体，基本上现在目前看还差不多。叶茎我们不要用太浓的墨去勾，就比这个叶子稍微浓一点就可以了啊。
一定切记把整个画面都勾出那个线条，看着整个画面都是这个线条就不好看了。所以也不要等它很干的时候去勾，只要它不是很干，不干不湿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去勾它，让它这个墨色有点往这个叶子这个颜料里面融合的这种。如果万一你等到它干了，你可以喷点水哈，用喷壶喷点水，然后再去勾它。好，嫩叶的话，我们用胭脂。不要勾那么明显，一再的提醒，因为这个问题的话，就是很多人很容易就把它勾得很明显。但只要有认真学习哈，认真按课程一节不落下的同学，一般都可以，都没有问题啊，勾的这个叶筋也都很好。就有一些就是前面基础没有写，没有看，它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细节上的问题。好，这一幅作品的话就这样完成，从上往下拉过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当然待会儿这个整个图再放到这个作品里面啊。好，就这样完成了，大家也可以一起画起来。好，刚刚把这个画挂在墙上看了一下，然后感觉还是有一些地方需要调整一下，比如这个地方，这个缺口这里啊，这个缝隙里面加一点这个黑一点的颜色进来。好，深一点点的进来，上面这个嫩叶子也可以直接再出来一点。好，这些缝隙可以留着。然后这个地方也要加一点点，沾一点墨绿，沾点墨，加一点叶子进来。它还是加一点淡叶吧，淡淡一点的叶子进来。不管加不加叶，我们加一点这个淡墨进来。如果这个枝干待会儿看不见了，枝干可以再调整一下，枝干就这样隐藏在里面也没有太大问题啊，隐藏在里面也没有太大问题。然后像这个地方啊，你看这里地方成一片了，这个花瓣让它成一片了，我们蘸一点浓一点的墨，本身这个花瓣是要有一点空隙，让它呼吸。好，让它蹭出来，把这个花瓣的这个边缘蹭出来。
好，把这个花给衬出来啊。还有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稍微空了一点点，我们再来加一组叶子，加一组淡叶子，也是水分少了一点点。好，后面伸出来一组叶子，这边也可以加一点点，加一点老枝干出来啊，加一点老枝干，然后加上一个嫩芽。好，再来看一下啊，看一下这里啊，还是加一点淡叶啊。好，基本上可以了。可以了，大家可以画起来了哟。